2024年12月27日，也就是我国南索六代机首飞的第二天，又一则喜讯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的版面。076型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号成功在上海沪东造船厂下水了。与过渡舰075不同，076型可谓是我国两栖作战力量所真正期待的目标舰。作为我国第二型两栖攻击舰，076在相当多设计上都具备着划时代的意义。废话不多说，下面就让我们一条一条慢慢聊。076的第一个特点是大。通过央视拍摄的下水仪式素材和前期卫星照片，我们基本可以粗略测算出076的飞行甲板大小约为263米长、47米宽，去掉外漂的船长和型宽则分别约为250米和40米。有些观众可能不明白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妨给点参考。在076问世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是美国的美国级，其飞行甲板长宽尺寸为257米乘36米，相比之下是不是能看出076的庞大了？甚至在与某些国家的航母，例如戴高乐号和维克拉玛蒂亚号相比时，076都不算小舰。同时，海军官方也通过央美在076下水的同一时间公开了其排水量，表述是4万余吨，而美国级的满载排水量约为4万5千吨，看起来似乎跟尺寸上的巨大差异对不上。这倒不是官方数据有假，而是文字之中有着大学问。比如排水量其实是个复杂的概念，通常来说它包含有轻载排水量、标准排水量、正常排水量、满载排水量以及最大排水量5种说法，而我国一般场合下对外使用的说法都是长排。对于两栖攻击舰这种需要搭载大量两栖装甲载具和相应物资的舰船来说，长排与满排的差异远比其他战斗舰船要大。另外，4万01吨是4万余吨，4万9999吨也是4万余吨，这个余字是余多少也非常值得考量。总的来说，076完全担得起有史以来最大两栖攻击舰的名号，也造就了全球两栖攻击舰中最大的飞行甲板。粗略估计，076的飞行甲板达到了12000平方米以上，是美国级的约 1.5 倍，这是个非常夸张的数据。由此也引出了076的第二个特点，即比起两攻，它更像是一艘轻型航母。实际上，轻型航母这个概念的复兴并不是我国推动的，而是美国。其大背景最初是为了实现苏联解体后美国海军绝对优势下提出的由海向陆战略，通过打造成本更低、数量更多的轻航平台，在高烈度战争中大量前置部署，完成快速响应、火力掩护两栖部队的任务，在低烈度战争中独当一面，避免出动运作成本更高的胜航。其成果就是美国级两栖攻击舰。作为一横贯彻落实轻航思想的两攻，美国级并没有设置无舱，舰船型线也得以被设计得更为纤细，能大大改善星波阻力特性，增加航速。同时，其飞行甲板也进行了特殊设计，以等间距的方式在4个起飞点偏后的位置各安装了一块散热装置。这种装置是一个外附隔热涂层的铝合金材质中空盒子，内有流淌着腐蚀抑制液体的管道，可以通过蒸发吸收热量，以承受 S-35B 垂直起降时直冲甲板的高温尾焰，达到两攻运作新型固定翼垂直起降舰载机的目的。当然，这种改进后续也普及到了黄蜂级上。想要驾驶垂直起降舰载机在两攻的甲板上降落，随着我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崛起，美军又将轻航的概念融入了分布式杀伤理念中，目的变为了对抗我国所打造的 ARAD 体系。运用方式则是把轻航当作一种比正航更能接受损失的平台，暂时将轻航部署在离我国海岸线较远的位置放飞舰载机，再把轻航部署在相对较近的位置承担中继保障任务。不过由于 F-35C 跟两攻实在是无法兼容，以及我国 ARAD 能力所覆盖的范围不断增加，这个策略恐怕很难落地了。只是美国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设想如今都在076上得到了实现。作为两栖攻击舰中独一份的存在，076型装备了一条电子弹射器以及配套的阻拦着舰系统，这使得它具备了运作非垂直起降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并且这条电磁弹射器还是003航母的同款，电磁弹射轨道长度均为110米，具备将物体从静止加速到80米每秒以上的能力，电磁阻拦索也只比003少一条。这也就是说，076理论上可以运作任何003能运作的飞机，只是效率可能会随着机型尺寸的变大而急剧下降，同时舰上大概率也不具备相应飞机长期驻留的维护和保障条件。但有总比没有强，至少登上076的固定翼舰载机可以实现最大起飞重量下的放飞，而不是像 F-35B 那样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过根据现有信息判断，076通常情况下只会搭载攻击11海等无人机，以执行对地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为两栖部队提供火力掩护。
为了与电磁弹射回收系统高度耦合，076的飞行甲板也进行了针对性设计，表现出了与常规两弓高度不同的特征。我们还是以美国的美国级为对比，这型两弓的飞行甲板大致可以划为3个区域，分别是位于左侧的机箱区 A、位于舰岛前方的停机区 B1， 以及位于舰岛后方的停机区 B2。两座升降机分别是位于左舷中部偏后位置的 C1， 以及位于右舷船尾的 C2。弹药升降机 C3 则位于舰岛前体的内部，为半封闭设计。这样的飞行甲板设计，其航空运作逻辑大概是包括直升机和垂直起降战机在内的舰载机从 C2 升降机被运送至飞行甲板后，进入 B2 或 B1 停机区，由地勤人员开展起飞前准备工作，随后送入起降区完成放飞。由 C1 升降机被送上飞行甲板的直升机，则直接运到起飞区进行准备，随后放飞。不难看出，这套甲板运行逻辑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两弓的飞行甲板并没有正航斜角甲板设计带来的舰尾左舷停机区，所以由左舷 C1 升降机送上甲板的舰运机，除 Alpha 攻击中的第一批次外，后续批次为了不长时间占用起飞区，给整体放飞进度造成延误，实际上没时间完成全部的准备作业，又因为基本的安全检查必不可少，所以就只能尽量减少挂弹作业流程花费的时间。说人话就是，作战时需尽量安排让 C1 升降机只用来保障运输直升机和通用直升机的转运，至于武装直升机和垂直起降战机，不好意思恕不招待。其次，舰岛前方的 B1 停机区在任意机型起降时，都会因为连通 C2 升降机的路线受阻而无法使用。同时，如果舰上搭载了 F-35B， 又需要其挂载对地打击弹药，加注更多燃油去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那么其起飞重量就会超过垂直起飞所允许的数值，只能被迫占用大半个起飞区进行短距滑跑。这种情况下，左舷 C1 升降机就很可能会因为受到尾焰干扰而干脆无法使用。很显然，这种飞行甲板设计思路是不利于两栖攻击舰在特定场景下发挥轻航作用的，它会大大限制航空运作效率。而076却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同样把076的飞行甲板划分为包含左舷起飞区 A、右舷舰岛前停机区 B1、右舷舰岛后停机区 B2、升降机 C1、升降机 C2 在内的5个片区。相信大家不难发现，与传统的美系两弓不同，076把舰中升降机布置在了右舷2个舰岛之间，左舷升降机移到了舰尾的位置。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当弹射器放飞固定翼舰载机时，两部升降机仍能源源不断地向飞行甲板运送舰载机，且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其唯一缺点就是经由左舷升降机运上甲板的直升机，若想要抵达 B2 停机区，就是势必要穿过起降区，影响舰尾最后一个直升机起降点的使用。这个负面影响不能说危害巨大吧，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了。不只是升压机的设计，076型巨大飞行甲板的优势在此刻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076的弹射器本身就被特意布置得非常靠左，具体来说距离左舷大概只有 8.5 米，所以即便在固定翼舰载机起飞期间，整个甲板右侧仍能在扣除起飞安全区后，剩下约24米宽度的巨大空间。舰岛边缘至起飞安全线形成的通道宽度预计可达10余米，满足舰载机折接状态下从 C1 升降机转运至 B1 停机区的条件，再搭配上偏流板的设计，让076可以像正航一样来一场固定翼舰载机堆满甲板的阿尔法攻击，既能在两栖登陆中向敌滩头阵地倾泻精确制导炸弹，又能在舰队决战中编入主力舰队参与制海权、制空权的争夺，还能以相较于航母更低的成本，更强毅地执行海外权益维护任务，非常恐怖。至于降落时的甲板运作，076相对于美国级确实没办法获得太大优势，他们都只能在固定翼机及降落时暂停几乎一切其他甲板作业。毕竟降落时所需的安全区范围要比起飞时大太多，这不是一个满排5万吨级舰船能通过优化设计所解决的问题，除非像美国在2战末期打造的中途岛级航母那样，付出结构重量增加5000吨左右且航行性能恶化、储备浮力减少的代价，为076型两栖攻击舰改装上斜角甲板，但这样恐怕就会严重影响到无舱的使用，因此修改原始设计需要慎之又慎。076的第3个特点是拥有强大的两栖投送能力，仍然是得益于庞大的舰体，其机库大小必然相较于075有着一定的提升。不出意外，应是当今两栖攻击舰中最大的机库，这能容纳更多的舰载直升机用于兵力投送。同时，其宽大的飞行甲板在极限状态下也可允许9架直升机同时起飞。另外，076型还保留了坞舱和车辆甲板设计，这又是与为了强化航空能力而瘸腿偏科的美国级的另一处不同。最后，076型还有着包括综合电力系统在内的极其先进的传电设计，
但考虑到这部分内容本身就值得单独唠一唠，今天就不再展开了。总的来说，076实际上又是一个美国 PPT 中国来完成的现实例子，它真正意义上践行了美国人提出的空海一体战、分布式杀伤、一体化登陆、灵活降级作战等理念，是大洋两岸全部舰长的梦中情舰。这样一型先进舰船的首舰，从招标完成到下水仅仅花了4年半，而它对两栖登陆乃至海战理念的影响甚至颠覆，估计还会持续若干个10年。